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做泡菜。这个娃娃菜种下去到现在已经有1个半月了，天气越来越热，来采摘这个娃娃菜回去做一个韩国泡菜，然后在这里种上一些夏天的蔬菜。看这娃娃菜长得好大，如果不是天气那么热的话，还能再长多1-2个星期，还长得蛮紧实的。这样我拔了8颗这样的大小的大白菜，拿回家洗干净，稍微把水分滴干，准备一个干净的盆。屏幕显示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材料，或者您可以在底部的说明栏下方找到一个成分表。像我们来切大白菜，先对半切开，再1分为2，把它切成大块。切成你喜欢的尺寸就好了。这是做腌菜专门用的盐，做腌菜最好不要使用加了添加剂的盐，比如我们国内常见的加碘盐最好不要使用，您可以使用海盐。用手把它抓匀，我这里大概是8磅重的白菜，我用了1杯盐的量，就这样翻匀，让每一根菜都沾上盐，让它出水。切一把韭菜、大蒜头、洋葱，把它们全部都切成小块。您可以使用你喜爱的一个配菜，比如说白萝卜呀，这种辣椒啊，都是可以的。我这里另外我还加了一个洋葱，这是几根去了皮的胡萝卜，把它刨成薄片。把切好的洋葱加入到菜里面，让它一起出水，这样吃起来呢就不会有一种呛的那个味道。这是一个菠萝，是今天这个泡菜最亮眼的地方，就在这里了。用一个带锯齿的一个刀来切菠萝呢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是最好用的锯齿的刀。就这样把表皮切掉以后，把菠萝肉切出来，这样呢我们就只剩下中间的菠萝心，我们就取这个心来做这个泡菜。这个心因为它含的粗纤维很多，吃起来口感不太好，我们把它放到泡菜里面，就是取它这个菠萝的味道。准备1杯红辣椒粉，这个红辣椒粉呢是韩国的红辣椒粉，不辣的。想吃辣的还可以像我一样加入一些辣的辣椒粉。现在这个是已经消毒的玻璃杯，30分钟以后，我的大白菜已经腌出水来了。取一片菜梗，把它这样弯曲，菜梗不断裂的时候，就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把盐水倒掉，然后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几遍，把盐都洗掉。再用双手把水分轻轻地抓干，放入盆里，加入辣椒粉、生的蜂蜜，用手把它拌匀。这个时候呢，您最好使用一个手套，因为
我这里放了辣的辣椒酱，而且呢，那个红的辣椒酱呢会染色，把你的手都染红了。加入其他的配菜，菠萝一起加进，轻轻的拌匀。这个时候记得要试一下味道，看是不是你喜欢的咸味、咸甜度。因为后来加入的配菜呢是没有盐的，我这里呢另外加了2茶匙的盐，再把它抓匀。这个就是我需要的一个咸度了。取一个新鲜的柠檬，对半切开，把柠檬汁挤进去。这个柠檬汁呢，并不会令这么多菜变酸，只是作为酸性物质加入，预防腌制过程中泡菜发霉腐烂。记住哦，全程所有的用具一定不要沾到油。把翻拌均匀的蔬菜呢装入到消好毒的玻璃瓶子里面，尽量呢把它压紧，把空气排出来。最后用匙羹再往下压，看样子还可以再装多一点点的蔬菜。再装一把进去。把预留出来的整片的白菜叶呢，盖住在表面上，压紧。这时候瓶子里面的水是没过所有的蔬菜的。擦干瓶口，盖上盖子。盖子不要盖得太紧，让它留一点点可以透气的。是不是非常漂亮？这8磅的大白菜、娃娃菜，我总共做了3瓶多一点，不够4瓶。一样把盖子盖上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常温的室内，避免阳光直射的一个地方，让它发酵大概4天，每天都开盖来检查一下。最好呢是用一个盆子或者烤盘来接住这些瓶子，因为发酵的时候水会冒出来，这样就不会流到一地的水了。第2天早上起来检查，发现瓶子里面的水已经满了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勺子把它舀出来。第3天，有些菜叶浮在上面，用一个干净的匙羹把菜叶尽量往下压，多出来的水也是这样舀出来另外一个碗里。今天是第4天，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个泡菜发酵的情况如何。看还在冒泡泡，还在持续发酵当中。那现在呢，我取一根筷子夹一些出来试一试，如果达到您喜欢的酸的一个酸度，就可以停止发酵，把它放进冰箱里面，它就会更加缓慢的发酵。
试一试。哇，好好吃哦，非常的脆口，不会太酸，现在口感正好，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一个酸度了，而且有一股菠萝的清香，喜欢的话你也试一试。